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你一定不知道，但是让我来跟你说，他白天呢是园艺师，晚上呢会扮圣诞老人在商场跟小孩拍照，但是在更晚的时候呢会杀人。他就是多伦多同志失踪案的主要嫌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所作所为，超可怕。好，这个影片可能没有收益，先进一段广告时间。夏天到了，超热，你是不是缺台手持风扇？这一台可以从1档到100档，风速超级无敌大之外呢，长按3秒，它的半导体表面会变冷制冰，可以冷敷1、2、3秒。啊，好冰！啊，好冰！经纪人，好冰啊！再送这一台挂脖静音风扇，它有5档，1、2、3、4、5，可以挂在脖子上。超级舒服，所以你买一组得买2台。Oh my god！ 赶快点击链接购买。今天要讲的故事主角就是这个 Bruce MacArthur。1951年出生在加拿大略省的一个小农村，这个农村非常保守，他们家庭更保守。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是苏格兰长老宗，母亲是爱尔兰天主教，而且他们家里还会收寄养儿童，就是一个模范家庭。Bruce 高中毕业后，他拿到商业文凭非常快，然后他乖乖的上班，乖乖的结婚，和高中女友 Janice 成家，还生了2个小孩，看似非常和平的家庭，但是其实后面很可怕。结婚后呢 ，Bruce 在百货公司 Eaton's 当采购助理，但是他觉得这份工作做得太不开心了，所以他要换到另外部门当服装推销员，但是他也做得好不开心哦，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觉醒了，他说啊，我知道为什么我不开心了，因为他心里有个非常大的秘密，一直不敢讲，因为他是 gay。他觉得他自己过得太压抑了，因为他不能出柜，所以导致他太不开心。1990年，就是他39岁的时候呢，他就跟妻子大出柜，然后妻子也说啊，为了小孩好啦，等小孩长大再说吧。然后这个婚姻维持了假面婚姻维持7年，最后离婚。那离婚之后呢 ，Bruce 他也濒临破产，他人生就正式走向黑白了。离婚之后呢 ，Bruce 搬去多伦多 Church Wesley， 就是同志的一个核心村庄，很多 gay 会住在那边，那边也是 gay 的核心地区，然后 gay bar 啊什么东西都在那边。他就开了一家园艺公司啊，叫做 Artistic Design， 帮有钱人种花种草，然后事业不错，薪水也不错。因为想赚更多钱，冬天 Bruce 还会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坐在百货公司商场跟小孩拍照。因为他长得太像圣诞老人了，所以很常被雇佣，然后小孩都超级爱他的哦。白天帮有钱人插花，晚上扮圣诞老人跟小孩拍照，这种双重亲民身份，谁会怀疑他是杀人魔呢？重要的是，因为他搬到多伦多的时候，他也出柜了，所以他也游走在各大的 gay bar。他最常去的就是 Zippers 还有 Black Eagle Toronto 这些 gay bar。不知道这些 gay bar 还在不在？他表面上是在融入人群，但实际上他是在挑选猎物。2013年，有一名同志难民失踪，但警方有怀疑是 Bruce， 但是因为证据不足，也没办法逮捕他，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草草了过。2010年到2017年，短短7年，多伦多就有8名同志接连失踪，年龄从20岁到40岁都有，而且几乎都是南亚或中东的移民，身份边缘，资源少。警方一开始并不重视。然后我听说这8位难民呢，他们是同志，然后因为他们国家太保守了，所以他们搬来多伦多，想要展开自己的新生活，所以他们才会搬到这个同志村。而且警方还成立 Project Houston， 但是2014年就草草结案，因为什么都没抓到，他们什么蛛丝马迹都没有得到。这8个人跟 Bruce 其实都有交集，在酒吧别人有看到他们都有聊天，所以警方就一直矛头指向 Bruce， 但是一直都拿不出什么证据来。所以警方在2017年的时候呢，趁 Bruce 不在家，偷偷跑去 Bruce 家复制他的硬碟，后来才发现滔天惊人的秘密。里面有9个资料夹啊，然后8个是以死者的名字命名，最后一个叫 John。可是只有8个人失踪，怎么最后一个叫 John 呢？然后这里面8个死者的资料夹里面都有非常恐怖的照片，有人被摆拍成时尚大片，有人被强迫剃光头、咬雪茄、扒毛皮，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那些人在被拍的情况下都已经走了。但是为什么有另外一个资料夹叫 John， 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呢？接下来会说。2018年1月，警方在他的家埋伏蹲点，决定要现场逮捕他，发现 Bruce 带着一名男子进入他的公寓。后来警方过了20分钟破门而入，发现有一名男子被铐在床上，嘴巴又被胶带封住，头套黑带几乎快窒息。后来警方一拿下来那个头套，开始跟他咨询的时候呢，才知道原来他就叫 John， 所以 Bruce 早就建立好那个资料夹，在等 John 来了。啊，好可怕啊！
然后警方从他家搜出胶带、金属棒、麻绳、手铐、管状棒，还有很多受害者的 DNA， 发现他猎杀的模式都是先约回家，绑起来性虐、勒毙、摆拍、分尸，然后再埋到他的每天会用的花园驿那边的泥土底下。好可怕！最诡异的是，他从未交代过为何要杀人。法庭上，他认罪但不解释，只为了换取不死刑。心理学家和检方推测，可能动机有：一、性癖与控制，他喜欢 BDSM 窒息，享受操纵生死的感觉；二、压抑与矛盾，出柜太晚，对同志欲望同时渴望又憎恨。有可能。猎捕弱势，锁定移民边缘人群，因为最难被找回。他是这样子是没错的。四、权力与永恒，拍下死亡瞬间像冻结猎物，永远拥有。啊？五、不是为了钱，他的生活稳定纯粹是心理的黑暗驱动。所以2019年他承认8项一级谋杀罪，换取25年不得假释，没有宣言，没有理由，只有一句空洞的 sorry。而最后他一次行动失败之后呢，不是因为停手，而是因为刚好警方破门而入把 John 救出来。他一直都没有打算要停手的意思。2019年 ，MacArthur 被判终身监禁，要到91岁才能申请假释。赞！这故事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国外玩的时候，也很常跟陌生男子回家。然后后来发现，我现在看了这些新闻，我才发现我是非常幸运的。然后之后我跟福福跟多拉出去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互相传说在哪里啊，跟谁，然后传那个人对方的照片跟地址，确保我们都安全。所以大家出去玩真的要小心，尤其是 gay， 不要随便跟男生回家，真的是很可怕。我现在想起来，我以前怎么那么疯啊？我真的会遇到这些东西，也只是我很幸运而已。拜拜。Race plays a big role in this case. It plays a role in the sense that Bruce MacArthur, as an older white guy, is not somebody who, on the surface, is somebody who would elicit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police. He's not somebody who is under the same kinds of surveillance that, let's say, a black man or an indigenous man or a brown man who is Muslim is under when they come into Canada. So, in a lot of ways, Bruce MacArthur's race helped him evade the authorities for so long. It also plays a role insofar as that some of his victims were also brown men who were living in communities that were not as open and tolerant of the gay lifestyle. MacArthur's mistake in the end was thinking that no one would care or notice if his victims lived or died. Some of the men were known to go to bars or clubs in the village, and they had people that they knew there, and when they went missing for a period of time, it was noticed that they were not there.